经济崩溃前必备的7种保值资产，不是现金股票。第一种1000年不变硬通货。我们生活在高度金融化的时代，习惯用银行存款、股票、基金乃至加密货币衡量财富。曾精准预言2015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英国预言家帕克近日警示，2025年或将爆发全球经济危机。历史证明，一旦系统性风险爆发，金融体系瘫痪，这些数字财富很可能瞬间归零。委内瑞拉、津巴布韦以及一战后的德国都曾经历货币一夜贬值。什么资产才是真正的保值利器？什么能在失去货币信用的环境下换来食物、水、药品和服务？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揭晓7种必备保值资产，它们看似平凡，却能穿越经济周期。第7名，收藏级酒类。顶级酒庄的传奇年份，停产酒厂的绝版单一麦芽，高端白酒的特别批次，它们存世量只会越来越少，却始终吸引着那群越贵越买的富豪和收藏家。即便经济风暴来袭，他们依然愿意拿它们当另类储值手段，也顺便彰显身份。品牌溢价和时间沉淀让拉菲、罗曼尼康帝、山崎、茅台这些名字本身就值钱，好年份往往越陈越香。但想要玩转这一行，门槛高的能把人吓跑，假酒满天飞，真伪鉴定得靠专业机构，要变现只能去拍卖行或藏家市场，即因流动性枯竭而滞销。酒窖恒温恒湿、避光避震的条件缺一不可，否则一夜回到解放前，搬运还易碎得像玻璃心，初始投入成本更是动辄几10万起。把投资级酒类当保值资产，更像是一场奢华版的赌场游戏，只适合那帮财大气粗、行家里手，能随时召唤拍卖行的顶级玩家。第6名，种子。我们说的不是超市里几次就吃完的一次性种子，而是真正能代代相传的老品种或开放授粉种子。它们是断裂供应链中唯一还能自我繁衍的粮食保险箱。当货币贬值，菜券失效，只要手里有它们，一粒能化作一把，一把能化作满仓。这种活资产靠再生而非杠杆，实现财富的指数级增长。这些老品种历经筛选，更耐贫瘠，更抗病虫，也不依赖化肥农药。当现代农业体系失灵，它们便是真正的救荒英雄。储备食物必选非杂交且可留种的品种，主食、豆类、蔬菜和药草齐备，既要营养均衡，也要契合本地气候。将种子装入密封袋或玻璃瓶，加入食品级干燥剂如硒胶，放入冰箱冷藏室等低温避光处，定期进行发芽测试，并根据不同作物特性轮换更新，才能保持种子资产的活力。当然，要靠它们真正吃饱，还需耕地、技能和耐心，学会豆类、番茄等自花授粉作物与玉米、南瓜等异花授粉作物的隔离，以防串粉，掌握采种、脱粒、干燥等留种工艺，识别优良植株，保证合理的光照和水分。趁早建立一个多样化的种子库，当长期经济危机或粮荒来临，你就不仅储备了粮食，更掌握了未来。第5名，酒精和香烟。酒精和香烟在道德层面或许存疑，但在货币崩溃、黑市横行的极端环境里，它们往往成了流通最广的硬通货。对成瘾者而言，尼古丁与酒精的需求强烈且价格敏感度低，在高压、空虚的时代，这种刚需只会更甚。历史无数次证明，烈酒与香烟因一分割、一携带、品牌标准化而自发充当交换媒介，而烈酒还可用于消毒、引火或做燃料，实用价值更添一分底气。备货一挑大众熟悉的中价品牌，伏特加、威士忌、朗姆或本地流行的高度白酒，香烟以整条密封、防潮保存为佳。高度烈酒意味着无限保质与更加多功能性。低度酒、啤酒或葡萄酒易变质，不适合长期囤积。重点是可流通而非自饮，数量依个人风险承受度酌量即可。但也存在风险，价值高、体积小，极易成为盗匪觊觎目标。存放必须隐蔽且安全，日后若遇更严格管制甚至禁令，也可能触法。更别忽视他们对健康的危害，以及贩售成瘾品带来的道德争议。若能接受上述风险与伦理压力，少量、高品质、原封未拆的烈酒和香烟，可在极端情况下提供优异流动性与购买力。第4名，药品。药品关乎生死，即使货币失灵、医疗停摆，治病止痛仍是刚性需求。全球化制药供应链极脆弱，一旦断裂库存便迅速枯竭，而动荡环境往往令疾病增多，使药品价值只升不降。常备非处方药布洛芬、
对乙酰氨基酚、氯雷他定或西替利嗪、止泻药、抗酸剂、通便剂、综合感冒药、止咳化痰药、抗生素与抗真菌膏、烫伤膏、氢化可的松、肌肉贴布以及复合维生素与电解质粉。优先选片剂或胶囊，尽量单一成分，并挑效期最长批次。慢性病处方药是最高优先级，合法与医师协商长效处方或更稳定替代品，弄清剂量、副作用与停药风险，同时准备无药时的生活方式应对方案。建立库存清单，标注效期，至少半年盘点并轮换。所有药品存放于阴凉、干燥、避光处。熟悉每种药的用途、禁忌与相互作用，避免滥用造成二次伤害。若管理得当，乙和抗生素或乙支胰岛素在乱世中的价值远胜金钱。以知识与纪律打造小而全、常更新的家庭药库，既是保命底牌，也是隐形的高价值资产。第3名，土地和房产。土地和房产是最传统也最根本的财富，但能否在经济崩溃中保值，取决于它们是否具备实际生产力与战略位置。可耕种、拥有可靠水源的土地意味着食物自给；坚固安全的房屋则提供遮蔽、储藏与工作空间。若又附带林木、牧场或天然水源，其价值更高。首选能持续生产食物的小面积耕地或郊区带院独立屋，水源稳定，土壤可改良，临近林地或清洁湖溪亦加分。理想地点应人口稀疏、犯罪率低，与危险区隔开，且社区互助氛围良好。都市高层住宅高度依赖外部供应，且缺少生产空间，一旦基础设施瘫痪，往往变为负担。土地房产的缺点同样明显，流动性极差，购买与维护成本高昂，在法治失去时，产权可能受武力挑战，且需持续投入劳力耕种、维修并防卫。位置固定也意味着无法随身携带，容易成为目标。若能承担高成本并具备防卫与运营能力，一块可自给自足的土地和安全住房，仍是动荡时期最可靠的生存基础与实务锚定。否则，谨慎评估再行投入，避免重资产反成拖累。第2名，黄金和白银。黄金和白银是跨越数千年的终极避险资产，在法定货币信用崩溃时，它们的价值无可替代。它们被全球文化公认为财富象征，超越主权与信仰。历史多次证明了它们在任何信用体系瓦解后，依然能充当硬通货。作为稀有且化学性质稳定的元素，金银供应增长缓慢、可预测，不会被无限印刷。它们还广泛应用于工业、科技和珠宝领域，进一步巩固了内在价值。实物贵金属能有效对冲法币贬值与超发风险。1盎司黄金即可浓缩巨大财富，方便转移和隐藏。金银几乎不朽，无限期保存，只需防盗防火。各类标准化金币、银币和金银条，如 24K、999纯度，以小规格，1盎司及以下黄金，1盎司或10盎司白银最实用，便于交易和支付。白银作为民间零钱，单价低，适合小额交易，可采取金银搭配策略，兼顾大额与小额需求。选择时务必购买实物，远离纸黄金、ETF 和账面金。优先政府发行的主权金银币，或获得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贵金属行业组织之一伦敦金属市场协会 LBMA 等认证的小条块，确保证书齐全、纯度可靠，避免高溢价纪念币与不明饰品。它们的主要挑战在于价格短期波动、防盗防火需求以及识别真伪的专业知识。初期混乱时，用金银换取日常用品可能不如盐或粮食方便，需要提前规划交易渠道。且贵金属不会产生利息或股息。第1名，盐。这一看似普通的白色晶体，在经济崩溃、供应链中断或社会功能失调时，价值远超想象。首先，人体离不开钠离子，长期缺盐会致命，盐因此具有不可替代的刚需属性。其次，失去电力和现代食品工业后，腌制是最普遍的食物保存方式，而盐正是延长肉、鱼、蔬菜保质期的关键。它还能调味、清洁、消毒，一举多得。历史上，盐曾是白色黄金，在产盐困难的内陆地区更被用作交易媒介。薪水 salary 一词就源于罗马士兵领取的盐钱。当货币失效时，盐因需求普遍且单价低，更可能在日常小额交换中流通，比黄金还方便。储备盐几乎没有门槛，价格低，保质期无限，储存简单，只需干燥密封即可，且易于分割和运输。建议优先选择加碘盐，兼顾健康需求。可以储备不同类型，如细盐用于烹饪，
粗盐，盐用于腌制，在合理范围内适度超量储备，以满足自用、食物保存和交换3重需求。盐的缺点是价值密度不如贵金属，需要占用更多体积和重量，防潮也很关键。此外，危机爆发前它的价值常被低估，但一旦动荡来临，盐凭借生命必需性与保存食物的独特作用，往往成为性价比最高、最贴近生存需求的食物资产。好了，今天介绍的这7种硬资产，哪一种让你觉得最被低估？你的个人末日资产配置中还包含了哪些我们没有提到的宝贝？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思考角度，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，并分享给你关心的人。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。